老板，黄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，哎，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揭牌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后后，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呢？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，没几天2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顺儿，我的大顺儿啊，我老爷。太太，太太，大顺儿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。我怎么活？大顺儿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西念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曾老爷，您对我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，太值了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啊，好。
曾老爷，您看哈，我这一再嫁的寡妇，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，真是让我感动。别光感动啊，赶紧把事儿办了呀！我一看呀，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。我是大好人，我的好多着呢。成亲以后啊，你就发现了啊，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，那我就不能害您了。这有些事儿啊，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。你说，这小的时候哈，人家给我算过一命，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，在家克父，出嫁克夫。这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。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，让我不得不信了。我7岁的时候，爷爷就过世了；14岁，爹死了；出嫁以后，到了陈家，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。真的？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？看来你这命挺硬啊，我也无福消受。曾老爷，实不相瞒哈，我这辈子啊，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，但是呢，这今天遇到了您，您看您人又好，这家境又殷实的我，别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曾老爷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哎，我可不想害您啊，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咱俩虽然没有缘分，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。你还有个表姐啊？她怎么样？我那表姐呀，年龄跟我相仿，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，关键是，她这人呀长了一脸的福相。这算命的说她啊，旺夫又旺子，命中注定有俩儿子，能生俩儿子啊！您要是不信啊，您可以去我们楚家看看。您要是能看中的话，这聘礼呀，只收您20个大洋。才要20个大洋？这钱多钱少的嘛，就是个意思。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，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。那曾老爷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？今天是初1、初2、初3、初4，我去你们家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过曾老爷，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，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。这又是为啥呀？您有所不知，这方大娘啊，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，可我表姐不太情愿，这2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。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，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。绝口不提。初4，对，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妹，那我可给你贺喜啦。少华，你是真的愿意啊？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。哎呀，大得多才疼人，懂什么呀？嫂子，大哥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，等初4那天看吧。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，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。大嫂，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。为啥？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？啊，是30个呀。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。啊？60啊？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。他居然扣我30个大洋啊！他，所以说呀，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。我要再跟他说半句话，我都不姓周。还有啊，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，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，肯定作梗。对，妹，还是你考虑周到，不说。等初4那天呢，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。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，还是辛苦嫂子您
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，好酒好肉备着，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。放心放心，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，人还大方。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，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，就凭我的本事，定能让他服服帖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妹，你终于开窍了。爹，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。你说以他的才干，你天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，多可惜呀！娘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你要不给我做主，你要不收拾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当不了。就是他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我今天我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要跟我动手啊！娘，韶华不是这种人。他可骑到你娘脖子上了，你还向着他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个窝囊废呀！没良心的东西！娘，您误会我了。我没有误会的，他真的是要动手，这可了得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把你娘扶到这儿来了？老爷，他满嘴的胡说八道，还不承认？娘，我刚才啊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，然后这一时兴奋，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。哎呦，娘，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，是我不对，我动静太大了，让您吓着了。娘，你看，那都是误会了。受不起哟，老爷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！老爷，韶华，哎，爹，我下。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儿，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，啊！孝顺父母，谨言慎行。就算你娘，她的做法不能如你的意，那也要呢顺从包容，这才是正理吧。爹所言极是，韶华错了。你这个孩子啊，聪明有余，涵养不足，难当呢料理家务的重担，也不配在这个家里呢享受清闲。罚你到药铺来办公，真的？必须重重的罚。那老爷就这？家和万事兴，罚他了啊！这样，把你娘扶回去，好好休养，啊！想开点吧，去吧。顺盆，你们都让慢点啊！成了。成了。宋平啊，还真是宋平啊，变了个样了这。哎呦，真好看了啊！要别说啊，这玉龙粉效果真不错哈。行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先做几盒卖卖看啊。爹，要不咱这第一批玉龙粉呀，咱不卖，全送行不行？全送。那怎么行啊？哎，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？哎呀，韶华，哎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哎，这玉龙粉呀，这功效大家也都看在眼里，这用过一次肯定是丢不下的。但咱这东西呢是个新东西，定价又高，这顾客乍一看一定是排斥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咱用免费送的方式，让别人先接受了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别人用过一次，肯定就会来第2次，甚至第3次。哎，那你打算送出去多少盒啊？至少50盒吧。啊
行，既然是送嘛，那就把这3钱1盒给他改成1钱1盒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，那就听爹的安排。那我提议啊，那这50盒就先送给我们陈记药铺的那些大客户的家眷们，一来算是年终回馈嘛，二来这个大客户的都是非富即贵，他们这些家眷用好了，那肯定会帮我们宣扬宣扬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嗯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有道理。不，我是觉得应该全部送给那8大胡同的姑娘们。少华，你怎么知道这种阿达的地方啊？ 8大胡同在哪里？不要问。嫂子，哎，你去过？怎么可能去过呢？他，我偶然路过的。少华，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听说，我听说这全北京城最时髦的打扮，都是从那8大胡同里开始的。我就心想，要是这8大胡同的姑娘们都开始用玉容粉了，那过不了多久，全北京城的女人们也就都会跟风，那咱就不愁销路了。嫂子，那儿的姑娘干什么的？叫你不要问就不要问，去做饭。啊，娘，我下去做饭了。娘，要不你也试试？我才不用呢！见人的地方，他们用的东西你给我，白给我都不用。娘，您这衣服上的卷边啊，就是从8大胡同里兴起的。爹，我觉得韶华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这些娘们儿啊，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啊，都是天南地北的，他们一句话，咱这可就传着去了。哟，你这又兴奋了啊！你谈这些，你怎么这么兴奋呢？爹，我也是听说的。爹，要不这样，您把玉容粉全交给我来打理，1个月内，我保管赚回所有的成本；3个月内，我把这玉容粉变成咱陈记药铺最赚钱的货品，成吧？少华，这个时候，你可不能太辛苦了。是啊，你是有身孕的人了。爹，我自有分寸。高。那个玉容粉，你怎么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儿来了？二顺呢，让我问问，他说了，他想试试。就他？哎呀，他不老小嘛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又交一些那乱七八糟的朋友，难免做出一些那糟糕的事情来。可自从你给他打发回老家去反省，这孩子一直都规规矩矩的。这次他回北京城，他也没跟那些人来往。这个事儿啊，最好还是让少华去做。一个妇道人家，他能干什么？与其给他，你不如给二顺。儿媳妇她毕竟是外人，儿子可是咱们亲生的，还有二顺可不小了。你要不给他找点事儿干，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，这孩子可就真废了。容我想想，行吗？只让我点货记账。爹也是为你好，你还有些日子就要生了，你不能到处乱跑啊。这卖玉容粉是我想出来的，这怎么卖也是我拿的主意，怎么就给二顺不给我呢？都是一家人，给你给二顺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哎呀，好了。
你现在头等大事是他，你其他的等他生出来之后再说，也不晚呀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等。那50盒羽绒粉送出去2天了，没有一个顾客上门订购，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询。不应该呀。老二，哎，爹，那50盒你这都送到哪儿去了？百顺胡同、胭脂胡同、韩家胡同、石头胡同，总之嫂子让我送的我都送到了。你每家都送了？嫂子，这一共就50盒，哪能每家都送啊？那就再送50盒。还送啊？对，还送。来，你歇会儿，喝点水。怎么样了？今天还是1盒都没卖出去。家里还剩多少？还剩100盒。全送了吧？全送。对。你知道这100盒的成本是多少吗？知道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别送100盒了，50盒就可以了。也行吧。你去忙吧，我来。你好，请问要买什么？请问东棉胡同怎么走？哦，出门左转，一直走就到了。好嘞，谢了。哎，二顺。哎，嫂子，今儿个把那剩下的50盒也送了吧。得嘞，就等你这句话。1盒也别送了。爹。爹。少华，前前后后这送了150盒了，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效，这说明啊，你这个法子啊，根本没用。法子肯定是有用，可能还是咱送的太少了。8大胡同都送遍了，还少吗？也可能是那些姑娘才用了几天，还没见着效果。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啊！羽绒粉不做了，这，剩下这50盒，咱们留下来慢慢卖，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。爹，咱现在不能放弃啊！这就好比这烧一壶水，都烧得差不多了，就差最后一把柴，立刻就能开。少华，照你这么做下去，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。爹，您听我的，再送50盒。不送了，这50盒也没多少钱。没多少钱也是钱呐，啊，1分1厘，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它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舍不下小钱，怎么能挣大钱？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，你们楚家呀，这是怎么垮掉的？我们楚家垮就垮在没有远见。少华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这是陈记药铺吗？是。这羽绒粉是你们这儿的？对，是我们这儿的。还有货吗？我要100盒。有。爹，另外，我济南府的姐们儿也跟我打听这羽绒粉的事儿呢，说让我帮她带200盒。有，都有。哎，有代发吗？有都有，代发也有。就是这家，是这儿吗？哎，需要什么？这就是吧，就是这个。需要什么，请讲。掌柜的，这个羽绒粉给我来3盒。哎，好。我要5盒。好嘞。我也要3盒。小石头，掌柜的，哎，我们家太太让我来买羽绒粉，请问有现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现货没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有货呀？最迟后天吧。爹，那行，我订10盒。我刚才口不择言，您别跟我计较。还不快去招呼客人？哎，我这就去。伙计，赶快，来！卡尔牛，
你搞清楚，我不见你的。你当初执意要跟小五跑，我劝过你，你听吗？你能有今天，完全就是咎由自取。说实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小五了，是你。他只是把我扔到水里面了，你把我从水里面拉起来，再让我呼吸了一口，又把我狠狠地摁下去。你比他们都狠，都恶毒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卡尔牛，你我从此恩断义绝，滚！陆宁香的闲事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管了。陈家大少奶奶，您慢走。您要是还想多挣点钱呀，可以试试卖这个哦，保准儿比您卖那些花柳膏挣的收入要高。哦，好。那这个您给我提多少？您卖一盒，我提您1成。我得看看它好卖不。哟，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？严妈妈，好久不见呀！啊，哟，你也来看病啊？哟，瞧您这话说的。哎呦，我说的嘛。我跟沈一章这聊生意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巧了，大少奶奶，我也正有生意上的事儿找你聊聊。咱们借一步说话。是小石头最近有什么纰漏吗？跟小石头没关系。那还是羽绒粉让您不满意了？您瞧瞧，羽绒粉挺好用的。那是因为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那个陆宁香，您还打算为她赎身吗？哟，您快别提她了。之前好心帮她，最后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的。哎，她是一时糊涂，别影响了你们的姐妹情啊。哎，我姓楚，她姓康，我们可不是什么姐妹啊。您都打算为她赎身了，这交情可不浅呐。那也是她苦苦哀求，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，想做个好事儿。原本以为她也就值几十块大洋，谁能想到她身价银子这么高啊！大少奶奶，你要还想为她赎身呢，拿2000大洋就够了。我早就跟您说过了，她的闲事我可不管了。严妈妈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那我先走一步，我还得去别家对账。别，1500，1000。严妈妈，我给您交个底儿吧。我之前呢，之所以愿意帮他，我也是算过账的。我那乡下有个弟弟是傻的，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愿意嫁的。我原本以为花个180块大洋的把陆宁香赎了身，等同于给我那弟弟娶了个媳妇儿，这账我是算得过来的。但您要说是1000大洋，那肯定不行。那你能出多少？80吧。我还得留点钱给他们俩办婚事呢。大少奶奶，你要这样出价，这生意没法了。哦，那我这都交底儿了，要不您也出个诚意价呗？500大洋。500大洋？如果您连500都出不起，那我就去找别的买家。我就不信，凭着陆宁香，500还没人买。这500大洋。哎呦，真的我还得回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太阳下山之前，您带着钱来林芳楼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不是，您就这么定了。您这也太心急了吧？这是清雅小区上个月的账，您过目。您今儿亲自来对账啊？啊，最近药铺生意忙，小石头忙不开了。哎，对了，唐妈妈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好像看上了林芳楼的陆宁香，他想给她赎身，您说这得花多少钱合适啊？陆宁香啊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不知道什么？他都要死了。赵老大，承蒙您关照。谢谢严妈妈。回来了。哎，来，累了吧？今天收获怎么样啊？
今儿啊，走了15家，拉了8个新客，卖了15盒羽绒粉，8盒羽绒霜，还行啊。哎，你帮我去看看，到今天为止我赚了多少钱？哎呀，算上今天的收获，一共152块大洋。才152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算的账呀？你自己看。不是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到年底，我肯定是赚不够那2000大洋了。这离年底不是还早着吗？可是我能出的招都使完了。没事，不急，再喝点。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呢？我这一时冲动的，就跟你爹那儿夸下海口。哎呀，大不了，你就给我们家当一辈子不要钱的伙计呗。那不行，那我就亏了。嘿，都是一家人，亏什么亏啊？请问掌柜的在吗？在。哎，您好，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在下北京首元药妆高千一。高掌柜。哎，好惊人啊！今天好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你？哎呀，松开。老板，拿着，拿着啊，去买点好吃的啊。谢谢好心人。久仰，久仰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在下呢也是久仰咱们陈记药铺的羽绒粉的威名，今日呢是特地前来取经的。高掌柜谬赞了，来这边请，请。这都是我那大儿媳妇啊，她鼓捣出来的玩意儿。哦，竟然是大少奶奶的手笔啊！哎呀，这都是妇人的用品，所以刚才高掌柜您提的这些问题呀，我是真的不甚了了。少华，少华啊，爹叫你过去。啊。哟，爹，爹，真好真好。哎呀，那就让我这大儿媳妇给高掌柜详细作答。来，见过高掌柜。哎呀，有劳大少奶奶了。不知高掌柜想了解什么呢？啊，据我所知，咱们陈记羽绒粉在这市面上卖的极好。我这次前来发现，咱们除了羽绒粉，又推出了羽绒霜、羽绒液、羽绒膏、羽绒明眸膏，不知这又分别适合用啊？啊，这羽绒液呀，是洗脸时候用的。洗完脸以后，用这羽绒霜打底，再擦羽绒粉，效果比直接擦羽绒粉更胜一筹。如若持之以恒，肤质可长保光洁白皙。如此繁琐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何惧繁琐呀？在我原来的计算里，如果北京城里有1/10的妇人用这羽绒粉，每盒可用1月，那咱们陈记药铺的收益便已相当可观呀。可现如今大少奶奶又在这羽绒粉之上叠加了羽绒霜、羽绒液，这收益便是从前的数倍呀。是这个道理。如若我没猜错，这羽绒明眸膏，顾名思义，是用在眼睛周围。正是。啊，那这梦田露呢？这是专供睡前涂抹的，让女性在睡梦中也可以调养皮肤，醒来后容光焕发。哦，还有这说法？高掌柜，拿回去一瓶，回家给夫人试试看。哎呀，那就多谢大少奶奶了。哎呀，这美容方古已有之，并不稀奇，但大少奶奶能发扬至此，佩服佩服啊！哟，高掌柜过奖了，我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给陈记药铺增加一些客源罢了。啊。
哎，您好，想问一下，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，该怎么办？哦，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。邮筒？啊，对，就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？我，哎呀，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？田家，一定是田家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，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？啊，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！他们把我搞下去了，让那位姨太太的表兄上位，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。行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。哦，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。你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。那兰主任，咱们之间的合同签，立刻就签。那就谢谢兰主任了。哎呀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什么招？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捅给记者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不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说得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夏元这王八蛋，哎，他给我来这招啊！这面条你试试。确实啊，挺滋润的，水灵灵的是吧？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？商副官，据说啊，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，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首源药庄，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。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，下了命令，哪儿的药都行，就是不能用这个首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。这两家大药商啊，这一次啊，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对呀，这还不算完啊！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兰主任啊全部撤职召回。哦，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，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，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。那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啦？大帅，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？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。他还得店里头记记账、点点货，他能有什么功劳？要不你自己讲讲，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那个商副官啊，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，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，这订单交给咱们，他放心而已。